在7月26号与中国外长王毅及副外长谢锋在天津会晤后，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结束访华之旅。然而会晤一结束，他就又开始叫嚣，轮到中国给美国画红线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开放式沟通，即使双方意见不一致，对外交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敦促中国尊重国际规范及其国际义务。很显然，这似乎又是一次不愉快的会晤，美国还将继续施压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称，美方欢迎激烈竞争，美国将继续加强自身竞争力，但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其实，美国一直奉行恶性竞争，它的竞争本质是建立在抹黑、遏制对手的基础上，用国家力量打击中企，拉黑名单，加征关税，甚至拉上盟友一起围堵，这就是美国所谓的竞争。声明中，舍曼还对中国一系列行为表达关切，包括反民主运动、新疆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西藏暴行、限制新闻自由、中国的网络行动、新冠溯源、台海和南海等问题，还强调这些行为有悖于美方及盟友和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并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这之前，很多分析人士就已经做出了预测，会晤前美国小动作不断，就是为了拿这些无中生有的议题当作谈判筹码，企图占据人权道德高地，施压中国妥协。而美国所谓国际规则，就是基于实力地位的规则，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凭什么强加给中国？中国没参与制定，为什么要遵守？这次我们已经很明确地给美国画出了3条红线。王毅外长表态：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人民也有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权利，这不是美国的专权。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本质不是人权，而是关乎主权大是大非的问题。台海更是重中之重，奉劝美方慎重行事。这次会晤可能是中美关系转折点，同时也表明中国由守转攻，不再忍耐。王毅重磅发言：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中国更不会接受任何国家自诩高人一等。如果美国还没有学会如何平等对待其他国家，那么我们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起好好给美国补上这一课。在会晤前，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署名为钟声的评论文章称，美方若继续进犯，中国奉陪到底，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正所谓压迫越强，反抗越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7月26号，在天津会谈中，中国方面不但在会议上面直接给美国上课，中国副外长谢锋向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提出严正批评，指出美国几乎全国上下鼓吹限制中国发展等等一系列反华言论和政策。会议以后，中方向美方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是美方必须停止的错误言行清单，另一份是中方关注的重点个案清单。引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解释，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以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的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国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中国公民遭暴力袭击等个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以上2份清单正如中国跟美国上课以后课外作业，中美之间想改善关系，美国必须完成2份作业，否则免谈。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中国提出的2份清单一点都不过分，只是指明美国需要改正以往对中国错误的政策和做法而已，又不是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不要说按照清单来改正错误，就是承认2份清单的正当性就是错误，甚至是卖国。当今的美国处于一种病态和焦虑当中，正如副外长谢锋说，美国不扯上中国就好像不会说话一样。美国经过前总统特朗普不停的反华动作和宣传，造成全美国社会形成一种盲目的反华共识。
以为中国的发展就抢了美国的饭碗，所以美国当今国内和国外遇到的困境就是中国的崛起引起的。然而，美国政府和社会精英都没有反思一下美国自身的问题，即使有，也被美国现在歪曲的主流意见淹没了。例如种族矛盾，白人、黑人和其他颜色的族裔之间矛盾重重，这肯定不关中国事儿。美国天天都枪击，一个星期枪击打死几百人，这跟中国更加没有关系，那是美国宪法保护的传统。美国现在无力也无法逐步解决国内矛盾，只会把矛盾转移给中国。这几届美国政府是何等无耻，何等无能。中国给出2份清单，自然也看到美国现在政府是什么东西，甚至没有想过美国政府可以正视2份清单。但是中国依然要严正的给出清单，表达自己的要求，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对中国做了多少恶心人的事儿。何况这次天津中美会面是美国主动要求来的，目标是让中国在经济方面给美国帮助，帮美国转移通货膨胀等金融问题。中国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无底线支持美国，何况中美关系已经很僵，美国还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中国自然不会资敌。不过中国依旧欢迎美国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2份清单就是教美国政府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已经用心良苦了。暂时来说，美国这次会谈最大的收获就是2份清单，不管这一届政府愿不愿意改善中美关系，但是清单给美国内部清醒人士知道改善中美关系的正确方法。说不定以后某一届美国政府实在撑不下去，这2份清单用得上，他们能指导美国重新与中国达成正常甚至友好的外交关系。7月26号，中国副外长谢锋在天津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进行会谈。来华前，美国就放出话说要从实力出发和中国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回应要给美国官员上一堂课。会谈以前，中美双方间火药味十足。早上的会谈，中国果然说到做到，真的直接给美国上课。从央媒报道称，中方代表谢锋副外长批评美方现在所宣扬的竞争、合作、对抗的3分法，就是遏制中国的障眼法。美方是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中国方面放出狠话，美国方面自然也不会说出软话，双方的见面不太会有多少成果，唯一的成果就是中美2国再次面对面感受了双方的国家意志。中国的意志自从年初的安克雷奇对话已经非常坚定，而美国就不好说了。根据美国不断攀升的物价，美国在5月到6月份主动向中国打了4-5个电话，以及这个星期拜登总统1.2万亿美元，原计划是2万亿以上大基建法案被国会否决等等。美国的内忧真的是不容乐观。根据不少分析，美国是有求于中国，但是他们的策略是先不断施压压服中国，然后向中国要好处，让中国承受美国的通货膨胀等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然而中国已经有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自然不吃美国这一套。那么美国有没有能力直接掀桌和中国来一场真正的实力对话呢？假如出现实力对话，美国肯定是作为主动出击的一方，毕竟美国是挑事的一方，而中国是被动应战的一方。但是美国难以拉到盟友当炮灰，哪怕像儿子一样的日本也不想上场，最多让美国在日本驻军基地，没看到美军有明显优势，日本是不会派出军事力量上场的。美国只能利用日本、关岛等等海外基地发起攻势，几乎所有弹药后勤补给全靠万里以外的美国本土补充，日本等国家最多给美军加油或者人道主义救援。而中国不会被动防御，先台湾打下来，或者台湾自己投降，然后用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不断轰击美国在日本和关岛的基地。另外，反航母的各类导弹不但要反航母，更要杀鸡用牛刀，针对美军的运输船舰痛下杀手。现代战争主要打后勤，只要切断美军后勤补给线，美军也蹦跶不了几天。这套战法被美军称为绞杀战，曾在2战绞杀过德国和日本，但在朝鲜战争输给志愿军。现在中国军队非常愿意把绞杀战用在美国身上，当然美国也能对中国发动绞杀战。然而中国是家门口作战，运输是以陆地运输为主，运输路线成千上万，还有严密的防空网保护，想对中国发动绞杀战真的是想多了。而美国只能用海上运输，哪怕美军像2战一样把几十艘运输船组成船队，用伯克级驱逐舰护航，这更方便中国的远程反舰导弹一网打尽。美国的反导系统不是100%拦截率，就在前天，美国搞了一次同时拦截2枚导弹的试验，最后只拦截了1枚，只有50%的拦截率。中国的反舰导弹远比2战的德国潜艇狼群恐怖，堪称降维打击。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美国是没有能力与中国来一场实力对话，所以美国只能用嘴来说，从实力出发和中国谈，给自己壮壮胆。
小心被雷劈常被我们形容为做坏事遭报应，被雷击中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美军机却不幸中奖。据美国防务世界报道，近日美军2架 F-35B 飞机在日本不幸遭雷劈，损失将高达250万美金，被美军判定为 A 级事故。此次受伤的部位主要是美军机雷达，无人员伤亡。据悉，美国 F-35B 惰性气体生成系统能保护军机免受雷电的袭击，但如果此系统出现故障，那么将产生严重后果。在雷暴天气中飞行被雷击中，可能会发生爆炸。F-35B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垂直起降，其尾喷管能够调节，可在航母上不需要弹射起飞。但被雷多次击中，是否暴露了什么缺陷？这不是 F-35B 第一次发生被雷劈的事故。此前，在去年10月 ，F-35B 就被雷劈中的一次，让人们一度怀疑它是不是一架全天候战斗机，也让人们怀疑它的战斗力。F-35B 在设计上可能有一些缺陷，如果在雷雨天气中战斗，将成为最大的软肋。美军机为何会不幸中奖？由于飞机结构中植入了金属网，原理类似于法拉第笼，在出厂之前会进行模拟闪电袭击，所以基本排除了生产商的原因。很大原因与美军的军事思想和军机驾驶员有关。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中，许多国家会减少军机出动的架次，避免进入雷暴云、积雨云等。但是这些云却又给军机带来了很好的掩护。敌方雷达会因为雨水而信号衰减，雷达杂波增大，空中目标的辨识度会降低。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有许多国家利用这种极端天气让战机接近目标发起突然袭击。我军也进行过类似的飞行和攻击训练，确保运用气象条件保卫家园。由于我军在对气候的研判和精湛的飞行技术，从未听过我军有被雷击中的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美军在管理和某项技术方面是不如我军的。美国被雷击中的不只是战机，据商业内幕曾报道，美国国旗遭遇雷击被劈成2半，这2面国旗尺寸为世界之最。当时的不吉利事件被美国人认为是对美国疫情和内乱不幸的隐喻。不清楚这次美国军机被击中会有什么样的隐喻。美国军工正被我国赶超，我国的黑科技让美国眼馋。对于美国的监视和监听，我们能做的最好防范就是过于先进不便展示。